我關注的一位老師二瓦發帖說呀，他有一回坐美聯航碰上一個華裔的空姐，就隨口用中文問他舊金山哪兒能吃到餃子，結果那空姐一臉嚴肅地看着二瓦，用字正腔圓的中文回答說，不好意思啊，我听不懂你在說什麼。二瓦当时整個人都傻了，一個會說中文的人居然聽不懂饺子是什麼在他腦子裡這東西就只能叫 dumpling， 叫饺子就不認識了。跟那吃里来小中文啥题了？咱們呀往外推中國文化的時候呢，就愛給東西換個洋名。你去一些火鍋店看看菜單啊，面粉裹着東西炸出來的傳統美食，菜单上非得寫成叫川式天婦羅。天府上国呀，傳了幾代人的手艺，幹嘛就得被幾個小兔崽子摁着頭改成日本的姓啊？還有油條，老外問這是什麼，怯生生跟人家說这叫 Chinese churro， 怎麼着不沾點西班牙吉拿棒的光，这油條上不了台面了。大街上一大早，要哪個中國人敢吃油條蘸熱巧克力，凌遲車裂五馬分屍，那都不算冤枉吧？南宋傳下來的東西啊，馬來西亞、新加坡都大大方方的告訴外國人叫油炸鬼啊，到咱們這兒就非得是外國名詞的注腳了。這種事兒幹多了，這個後果是實實在在的呀。網上搜一下西方人做的全球餃子集锦，中國粽子被標成 chimaki， 那是日語的羅馬音，明明是中國三角粽，名字卻跟了別人了。煎餃寫的也不是餃子，叫餃子，這他媽日文詞本來就是從中文餃子的發音轉過去的，繞一圈正宗原版成了無名無姓無人在意的空氣了。就翻唱的火遍全網，原唱者默默无聞，可憐巴巴有幾條評論還被說比翻唱的差多了，這你都能忍啊？自己不替自己的名字證明，不大聲疾呼，不據理力爭，那最後就是被別人代表，被別人拿走，甚至是被別人倒打一耙。肯定是會有人說啊，這不就是為了方便老外理解嗎？那這麼着，你先問問你家裡人能感受到你這麼的體貼孝順嗎？你見過西班牙人為了讓別人聽懂，把churro翻譯成西班牙式油條嗎？人家在英文裡照樣叫churro，什麼 tapas、piala、jamon， 那發音再別扭，一律原詞照搬，半點不帶妥協的。波蘭餃子直接叫 pierogi， 韓國餃子叫 mandu， 到了咱們中國餃子這兒，怎麼就得老老實實叫 dumpling 呢？那 dumpling 是什麼呀？英國那團油膩膩的麵坨是 dumpling， 波蘭的 pierogi 是 dumpling， 中國的餃子也是 dumpling。合着全世界帶馅兒的面食都叫一個名兒，那奔馳和東方紅都是車呀。你爺爺教你的時候不說一個是小轿車，一個是拖拉機，那非說哦這是車，這也是車。那你要是不孝，你爺爺也怪不了你啊。反正我覺着吧，這就是個心態問題。咱們過去啊，面对外國人講的是我們的朋友遍天下啊，總怕別人聽不懂、看不懂、吃不慣，就一門心思啊幫人家找對位。那蘇州叫東方威尼斯，梁祝叫中國的羅密歐與朱麗葉，京劇叫北京歌劇，好像不套個西方殼子，中國的東西就不方便傳播出去了。這種慈母式的體貼啊，說好聽了是熱情好客，說難聽了呀，就是骨子裡那點不自信啊在作祟。德國滿大街的人名五花八門，斯拉夫系的、阿拉伯系的，什麼稀奇古怪的發音都有。大家都在那兒費勁兒的學着念呢，沒人為了方便別人改自己的名字啊。到咱們這兒，哎呦，拼音字母都給他們拼好了，還覺得不夠呢，還非得千辛萬苦、死乞白賴的幫人家找對標的外語單詞。人家感謝我們了嗎？沒有啊，反而以為我們只是把他們的東西中國化了一下而已。哎，那好消息是呢，這2年風向確實在變。牛津英語詞典已經把餃子呢正式收錄了，柳州螺螄粉的官方英文名也定成了溜州螺螄粉，就不跟他們扯什麼 river snails rice noodle 了，直接上拼音。
早在1977年，聯合國第3屆地名標準化會議就已經通過決議了，採用漢語拼音方案作為中國地名羅馬字母拼寫的國際標準。豆腐叫tofu，炒麵叫秋焖，功夫叫空夫。這些詞兒老外學會了嗎？学会了，用的挺溜啊，那就證明他們學得會啊，咱們不用替他們操心呀。真的，中國人已經夠有禮貌、夠友好的了，給他們拼音就是最大的善意、最大的讓步了。那原汁原味的東西，你就讓它原汁原味的走出去。哎，小老外，你要吃饺子，你就得知道它叫饺子；你要吃粽子，你就得学會說粽子。你要是管它叫 dumpling， 叫 chumaki， 我倒是不會抽你，但我肯定覺得你是個土鳖。在中國，我們就是這麼叫的，那在全世界，我們他媽也得這麼叫啊。